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聚焦一下今天，王毅跟布林肯啊，将要在这个东盟的外长会议期间要见面，这是美国的国务院发布出来的消息哦。但是现在目前中方还没有相关的消息哦，也没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出来。那到底什么时候会见面？大家就等于说全世界正在屏息以待啊，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能碰到面，那展开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互动哦。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东协+3的会议啊，已经从今天跟明天2天来登场，那也会聚焦在南海跟经济这两大话题哦。所以今天东协的外长跟这个中国大陆、日本、南韩的外长都举行了这个东协+3的会谈，也会讨论相关争议性的话题。还有王毅也会晤了新加坡的外长啊，也说希望各个领域都能够互利合作。中方期待与这个新加坡一起来遵循双方共同设定的目标，来加深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然后进一步来便利双方的人员往来，这是王毅所说的话。那他对于这个印尼东协的这个会晤，这在中俄这边跟俄罗斯的会晤跟印尼的会晤啊，他们讲说以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作为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那再来看一下中美现在目前的经济哦，在这个叶伦访华之后，现在看起来接二连三的包含了凯瑞也要来接棒了，所以我们看到纽时的分析说，拜登现在在大推高层外交，要化解这个中美之间的危机。布林肯来了，换叶伦，叶伦来了之后呢，接下来是凯瑞下周也要来访华，来谈气候的问题。那感觉上面好像是在为这个习拜会铺路，就为这个 APEC 的碰面哦，也为着他的这个美国大选正在做准备。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呢，中国的生态环境部哦，也有这个等于说官宣啦，就讲说，确定是7月16到7月19号，这个凯瑞就会来访华，也算是美国近期以来第3位访华的高级官员哦。媒体就认为说，双方呢可能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包含了气候啊、关税，还有高科技投资的限制，都会是这一次的话题。那在凯瑞来之后呢，中国大陆据传也会有3位部长级的官员哦，将要在10月份的时候访问美国。也就是说，在这一次频繁的高层的外交之外呢，可能就是通通都是在为这个11月份在 APEC 的见面，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能不能见上一面，就看接下来持续的这个双方的交流了。那汪文斌也提到说，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哦，其实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容小觑，也希望呢能够透过这样子气候上面的合作，真诚的合作，让这个双方的关系哦再更加可能比较和缓一些啦。那另外我们看韩正也在这个第14轮中美工商领袖跟前官员的对话了这个美方的代表，他说中美是全球前2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哦，所以关键就是在于说，这个习近平所提出来的尊重、合作、共赢啊，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上头啊，而不是说像美方所提出来的，什么制裁啊、对立啊，或者是脱钩哦，这绝对不是有利于全球的一件事情。再来，我们看一下中俄美现在目前军事的气氛相当的诡谲，在克里姆林宫那边已经确认了普钦在10月份要访华的消息哦。他说具体的日期跟内容啊，会之后再陆续公布。那中美之间现在有破冰的迹象了吗？看到的是这个谢峰哦，中国大陆驻美的大使谢峰，他非常罕见的去到了美国的五角大厦开会，在当地时间的星期3。那他其实是跟负责亚洲事务的美国国防官员开会，所以他们讨论的当然就是中美的防务方面的一些事务，双方进行大概90分钟的一个会议。那谢峰对外表示是要促进中美的关系逐步重回正轨。可是呢，另一方面在对话之外，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的提名人布朗哦，他就讲他没有上任就开始在讲说，这个中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挑战哦，就一直拿这个中国大陆说事啊，说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哦是暴力极端分子，是美国5大国家安全挑战哦，所以现在美军当前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军队领导层必须要做出改变哦，一支准备充分而且有能力联合的部队是威慑的保证和平的关键，也就是说，就是要这个以备战才能止战，大概这样子的概念，也要对上中国大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王毅布林肯的碰面，以及接下来真的有可能这个习拜会吗？
对，当然王毅布林肯会面是一定会的，因为布林肯都到北京跟王毅见面了，那这个在这个东协的场域会面啊，那当然就没有什么新的特殊的意义啦。我觉得他就是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分3个层面来看的话，一个就是所谓经贸的层面啊，经济贸易包括金融方面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外交战略方面，那第3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国防安全部分的话，那就是说布林肯到北京访问，表示就是说外交战略的部分的恢复的高层接触已经正式恢复了嘛。因为这个布林肯到北京倒是双方的，尤其是这个美国的外长哈，4年以来第一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解冻的迹象。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贸的部分的话，这个上个礼拜叶伦去不是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给了极高的这个规格跟礼遇嘛，所以经贸部分这个高层的接触可以说正式恢复了。那接下来这个气候暖化当然是美方很重视，可是整体来看重要性是远低于外交安全外交这个部分，外交经贸部分也恢复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国防安全的部分国防安全部分美国一直提出来，希望恢复双方的防长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这种日常性的联系正常性联系。可是呢，事实上是无法恢复，主要中国大陆那边有意见。可是上个月在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双方也在多边的场域见面了。那新加坡还特别把这个 Austin 美国的防长安排的跟那个李尚福做统一说。那当然，这个我们也记得，当时 Austin 连跨过2个人过去跟李尚福握手，那也就是这样子的接触。不过军事方面、安全方面，事实上是没有恢复。可是这一次谢峰在华府，他直接进入这个美国国防部里面去跟他的对口，也就是美国国防部里面的亚太事务助理副部长，这个层级接触那你也可以说，就是说美国在跟中国大陆在军事安全国防上面的接触已经恢复到工作层级，也就是说大使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当然大使级往上还有所谓的副部长级，或者说是这个部长级，那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不过整体来看，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双方官员的接触部分已可以说几乎80%都已经恢复了。那最困难的一块就是说安全这个跟国防这个部分也恢复了工作层级到大使层级的接触。随着谢峰这一次那么公开的进美国国防部那就是显示说这个层级的沟通已经开始了。那会不会往上发展？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会，不过就可能时间上会比较缓慢。这是中美关系之间一个发展的大的趋势会有这样发展，我一定是两边都觉得这样有利，不只是美国觉得有利，中国大陆也觉得有利，要不然是不可能有这样子发展的。好，来问委员。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惊讶，就是谢峰他是中共驻美国大使嘛，他到这个美国国防部去拜访美国其实一直希望跟中国大陆恢复正常的军事上的对话，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要避免军事意外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他去的时候，他跟那个印太的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这个叫 Ratner， 他负责接待他。我说这成绩实在有点低你至少你可能要看一个副部长副部长是个女孩子叫 Hicks， 你说 Hicks 接见他，表示美国非常重视你来访问五角大厦，然后呢也表示说我们很希望大家恢复正常的军事上的沟通、军事上的交流这样子。可他派了一个助理部长，我是有这个成绩我个人觉得，因为坦白讲这个五角大厦我大概进去了6次了有一次呢是陪王院长去的，他们是派了副部长出来接待所以你现在一个，你既然觉得中美之间负责这个恢复军事交流很重要，接见的成绩我觉得稍微低了一点另外我觉得一切都是为了选举我们讲说他的商务部长这个去美国，前阵子是这个布林肯国务卿，那接着是叶伦那现在的气候大使
特使这个凯瑞也要去了我这是为了竞选。先讲最后这一点，因为上一次的总统大选，拜登的最重要的政见之一就是气候变迁的问题，他认为要处理这个，要不然这个地球未来迟早会恶化到没有办法居住了这样。所以这整个去就是他在兑现他的政见希望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能够有更积极的合作。那耶伦呢，这跟债券有关嘛？这个也跟他的这个财政的政策有关嘛？这些都是要塑造一个，就是说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中国大陆持续持有美国债券，现在又恢复采购最多的美国债券的这样一个国家，然后这个负责这个气象的特使这个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这样子。这整个就要塑造拜登是有信守他的政见的承诺，然后呢，他一切处理的还不错。你想，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搞得非常恶劣的话，其实真的在选举的话，你会让选民不放心的。如果搞到这种剑拔弩张，一副要开战的样子，这是不利于这个拜登的。当然，整个来讲，这也是拜登的战略之一嘛。就我要跟你斗，我就跟你斗嘛，但是我不要恶化成为战争嘛。所以我必要的时候，我就找人家来稍微踩一下刹车。可是整体来讲，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有可能转好吗？我是非常悲观的我前几年讲了，就像一个石头往那个山底下滚你像你只是偶尔把它挡住一下，整个的趋势就是要滚到山底。我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好，黄老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东协外长会议上面，布林肯跟王毅的见面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事件看成是美国与中国大陆为了这个国家安全所做的这个护栏式的高层沟通的话，我们一点都不用惊讶，因为你可以算一下光是去年2002年，从公开的王毅跟布林肯他们面对面的见面包括像在卢森堡或者在巴黎或者9月联合国大会开会的这些他们面对面的至少大概就有4次。还加上1-2次大家都知道的电话通话，一年如果4加2 6次好了，等于去年1年他们平均2个月就要通话一次，或者是面对面一次。你说这样子频不频繁？可能比包括我个人在内这个去见我们一些比较住在远方的亲戚或者回老家的频率都还要高。所以他们这高层的对话，虽然说因为今年出气球的事件造成了一些延宕。但是高层的对话在气球事件的余波荡漾慢慢过去之后已经又逐渐的恢复了。那他们的对话当然不一定能够解决很多这个美国与中国大陆双边的问题，可是呢，至少他把这些可能会造成进一步误解的一些地方，透过很高层对话的直接沟通，尽量的去排除它。那当然，东南亚国协他们也希望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东协不是只有他们自己外长在会议他们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大家都来，我不希望我东南亚只有一个大国来这边跟我互动，最后我好像变成这个大国的痉挛一样。最好美国来，中国大陆来，如果俄罗斯要来，日本要来，印度要来，可以，我都欢迎，最好你们都来。把我东协在这个外长会议，还有它相关东协跟其他国家的外长周边会呢，当成一个重要的平台，请你们来，然后你们好好谈，因为只要你们把区域情势搞定，我东南亚就会得利。你们越吵架，我东南亚越危险。因为我们如果放自己用东南亚的这个心态去看的话，你说东北亚如果很乱的话，东南亚的经济怎么可能会好？所以他们在疫后经济复苏的这段期间，当然很怕因为政治军事的影响导致东南亚经济复苏变得更慢。所以像这个外长的会议，尤其是美中双方的这个对话，我觉得是东协他们乐见的。而且在东协的这个会议里面，因为他们很明显，他们必须要采取共同一致决，而且他们强调的是友谊跟和谐还有团结。所以尖锐的问题虽然说会提出来，但是并不会纳入东协相关的文件里面。所以大家看到的通常都是比较好的，比较所谓求同存异或者相互依赖的那一面。那么我觉得慢慢啦，我觉得这个事件总会不至于那么快的朝向这个恶化的一方很快的倾斜过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目前北约这边峰会哦，现在拜登声称啊，说要用 G7 来帮助乌克兰这个强健他们的这个海陆空的防御哦。那他结果呢，把这个普京跟泽伦斯基的名字给搞错了。我们来听一下。Vladimir and I, I shouldn't be so familiar. Mr. Zelensky and I talked about the kind of guarantees we could make in the meantime. 对，他其实前面念的那个名字是普京的名字哦，所以这个弗拉迪米尔是普京的名字哦，所以这个泽伦斯基是弗拉基米尔，所以大概差一个字很容易口误或者是如何不知道。但总之呢，他就赶快改口啦，就讲说啊，泽伦斯基先生哦。那我们看看这个北约峰会上面哦，他也是在讲，他说这个。俄罗斯明天就能够结束战争对于俄罗斯的不人道攻击。人家想说，这个怎么会是俄罗斯对自己的攻击哦？又是口误哦，所以看到他常常在这种公开场合接二连三的错误哦。还有呢，他跟泽伦斯基一起面对这个媒体的访问的时候，媒体就问说，乌克兰战争战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这个乌克兰才能够加入北约哦？结果拜登在旁边不耐烦，就说1个小时20分钟，就随便答了一个答案啦。反正感觉起来，面对媒体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镜头被捕捉到。但是呢，现在看到美国的代表团为什么对于泽伦斯基不高兴啊？因为泽伦斯基在去峰会的之前有一个 Twitter， 他就讲说，峰会最终声明不包括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这是史无前例、荒谬的。所以这个北约表现出优柔寡断，是软弱的标志也让这个美国觉得很不高兴，就说怎么好像我们帮助你，你还这个不知感恩呐？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的讲法，令支持乌克兰入约的国家感到沮丧，也惹怒参加峰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那白宫也讲到，这个拜登在联合盟友反俄方面雄心勃勃。任何表明这个西方跟基辅团结正加剧解体的批评都会令他感到愤怒。这是《华尔街邮报》提到说，现在目前泽伦斯基的言论与拜登塑造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啊。因为其实你可以整体看起来，不光是美国生气，连英国的这个防相都讲说，不要把我们当成亚马逊啊，好像就是欲取欲求这乌克兰要提供这个武器捐赠你应该是对我们应该要感激而不是说好像把我们当成这种好像神灯精灵要什么给什么。再来，梅德韦杰夫也讲说，这乌克兰可能永远不会入约啦，北约也不敢大胆的说出来。那这是乌克兰部分。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极速弹，现在对于这个全球来说，大家觉得怎么美国会做出这个决定呢？ G7 声称与乌克兰进行长期的安全合作，会持续给予军事上的支持。那佩斯科夫就提到啦，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他说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安全保证都是非常这个危险，也是极其错误的。连川普都批评拜登提供这个极速弹的事情他说这会把美国卷入第3次世界大战。那其实美国这样子提供了极速弹就被形容说，如果一直这个仗剑逞能穷兵黩武不知收敛，美国不只会日渐失去国际的威信，最后还有可能死于自己的剑下。那连日本呢，现在目前希望设立办事处的事情，马克宏也是这个表达反对。7月7号的时候，他表达说，北约你应该就是在这个北大西洋嘛，你怎么会这个大西洋跑到了这个印太这个地方来？这不合道理啊！所以这个北约的事情你看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很难统整所有人的一些意见，变成统一一个论调。看起来这个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在左右北约或是左右 G7 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看连季辛吉也被俄罗斯的恶作剧2人组给盯上了。他们这一次跟季辛吉聊天也套出了什么话呢？他说承认北约不东扩是谎言而且他讲说这个跟假的泽伦斯基连线的时候，他承认美国曾经口头承诺北约不东扩，然后坦言自己也认为说乌克兰是炸毁了北溪管线的这个元凶那他后来讲说不是他，那他就讲说这个事情反正我也可以谅解你啦，反正总之就是被套出了一些真心话那再来我们来看看，现在美国在渲染中国大陆的威胁，在北约峰会上面提到了15次中国大陆那汪文斌就讲说，其实莫名其妙这个北约作为拥有最多最强大核武器的军事联盟，结果还一
直在讲说是中国的核威胁，这是倒打一耙哦。那所以他们讲说，现在中俄关系啊，跟这个北约搞阵营的关系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啊，真的不要把这个欧洲搞砸了，又来搞乱这个亚太跟世界。但是呢，现在人家讲日韩搞不好会成为马前卒哦，因为北约公报一直在渲染中国大陆的威胁嘛，所以现在看起来连美国的议员都觉得说，你美国要花4%的 GDP 来保卫北约国家哦，他们的国防开支也不应该让美国公民来支付啊，连美国自己本身都有反对北约的声音出现了。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乌克兰这次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成为北约的会员了，不过他就是表达非常强烈的不满，因为事实上在2008年北约在这个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峰会里面就做出一个承诺，说乌克兰会成为北约的会员。2008那时候俄乌战争都还没打了，2014年才开始有这个什么克里米亚，有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纷争然后现在到2022开打的2023还没有2008年的承诺到现在还没兑现。然后呢，这一次的北约的这个峰会，它的所谓的公报里面第11项它对于北约的被乌克兰加入这个峰会加入北约的成为会员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那这个就代表北约各国的共同意志这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重申2008这个乌克兰2008峰会的时候做出的有关乌克兰会成为北约成员的那一个承诺。2008承诺，今年重申。那么不过呢，在既有的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些合作关系里面呢，还要加上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乌克兰本身民主及安全部门的改革。也就是说有新的条件，就是说你的民主问题有问题你这个政府间接就好像说你泽伦斯基这政府不民主对不对？另外你的安全部门有问题是不是在暗指他说你这个武器都搞到哪里去了怎么弹药用这么快所以又加了2个条件。然后呢，我们这个北约的会员会定期来检讨我们过去合作方案，另外还要加2个，你的民主跟安全部门的改革的状况。那最后讲了一句说，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感觉我们已经到了那个程度是什么呢？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我们对你的成为会员的邀请。所以呢，什么程度呢？说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还有呢，我们开的条件，所的条件都获得了满足。所以这个就是给泽伦斯基的答案白纸黑字写的。我不晓得泽伦斯基还在做什么梦，假装发飙。不过来讲的话，泽伦斯基这一次在峰会里面看起来这个春风得意，身体非常健康。他太太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在现场参加酒会的时候好像跟他这个表达完全2回事。好，来问委员。我讲那个地雷的事情你知道越战结束到现在大概多久？1975年结束嘛，所以大概48年了。这48年到现在还有多少个那个地雷没有被挖出来呢？我所谓的地雷是包括集束炸弹丢进去变成未爆弹的这个，大概还有300万枚。那已经死了4万人了。越战结束到现在死了4万人。所以那种地雷也好，那种集束这种炸弹丢下去以后，某种程度它就变成地雷。它如果没有引爆的话，那个都很可怕。我刚刚还查一个资料，伊拉克呢还有2000万枚的这个未爆弹，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这个集束炸弹。然后呢继续再杀死伊拉克人。所以战争结束以后，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地雷。包括那些从飞机上丢下来的，或是地面上所布的那些的雷，是最难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真的听到说美国现在把集束这个炸弹要送给这个乌克兰，我心里也难过，就是说乌克兰的人民
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很多年里面，还要忙着去清扫那些未爆弹、那些集束炸弹留下来的那些未爆弹，而且还很多人会死在那里。对，你看金门，小小一个金门，清那个地雷清了多久？清了非常久啊。所以阿富汗更不用讲，现在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乌克兰呢，可能自己要想清楚，你现在你认为你的炸弹是要杀死对方，杀死俄国士兵，到最后死的最多的，搞不好还是这个乌克兰人民最多。而且乌克兰的官方好像说，现在这个集束弹是一个战争的转捩点呐，而且他们说它不会用在俄罗斯。那换句话说，他们觉得，这样用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他们觉得很高兴嘛？这其实真的是乌克兰人的一个其实集束炸弹在乌克兰战争里面，俄国人也用，乌克兰也用，双方都有这个炸弹，而且都已经被使用过了，都已经在使用，只是乌克兰的用完了，所以他现在希望美国能够送给他。来，黄老师。我谈一下这个北约峰会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些反应啊，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台湾很多的媒体还是针对在这个北约防备中国大陆的这一块，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峰会里面它当然有这个比较严厉的一面，但是它另外一面，它的宣言，它联合的声明里面其实提到了，还是希望跟中国大陆这个去风险，而且呢可以有进一步比较健康的互惠的这种合作。所以北约他也知道了，他其实没有太多本钱，先把俄罗斯单挑出来变成他的主要的挑战或威胁之后呢，再把中国大陆也挑出来变成另外一个北约的威胁或挑战。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北约同时要面对2个核武强权呢。北约我不觉得他会这样想啊。虽然说你会说，北约里面有美国、英国、法国都是核武强权啊，可是他们是相对理性的核武强权啊。你遇到了俄罗斯、北京，其实对于西方来讲，他们的决策都是很神秘的。他们的核武力量，其实说实在，西方常常是打个问号，是不是以多报少啊？所以北约对于中国大陆最近的这个峰会里面的言辞的一些批评里面，常常提到就是核武问题嘛。因为中国大陆确实它的核弹头数量多少，是不是爆出来的数量跟现存的数量是相符的？其实因为没有进一步的查核，所以西方国家现在逐渐，我觉得它现在扩大对于北京方面核武储存量它的一个隐忧啊，扩大它的这个忧虑感。另外呢，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一直没有加以谴责啊。中国大陆的说法是说它是中立，可是呢，对西方国家来讲，你只要没有跟我西方国家一起谴责俄罗斯，你就是不中立啊。所以北约呢就认为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种所谓的背靠背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甚至不封顶啊等等的，其实摆明呢就是比较站在俄罗斯这边。可是我们也要问了，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乌克兰还忍那么久啊，而且还一直希望中国大陆在这个俄乌冲突里面可以扮演一个有效的第三方的角色，那难道乌克兰昧于事实吗？他已经知道北京倒了俄罗斯，但是乌克兰就是认为说北京应该还是站在这个中立的立场嘛。所以我觉得北约啊对中国大陆这个要求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所谓向西方靠拢的做法啊，不只是中国大陆本身的战略利益就不会做到，另外一方面，而且是包括中国大陆其实在对北约的这个互动里面，它不会因为北约对它的要求就跟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互动的关系会有所让步。那更不用讲说这个北约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科技的或者是这些跟国防技术相关的这些情报的窃取，北约一直认为说其实你都在抢我的啊，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他当然说没有，但是北约跟美国特别是美国就说你有。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专家林玉芳，大家好，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大家好。好，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各自这各党派出来的总统参选人对于两岸政策上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发言呢？特别是像侯友宜啊，这个对于凤梨世家现在恢复
产销到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去了嘛。那他讲说啊，台东非常有勇气啊，也希望两岸多沟通哦。他就说啊，这是首位跟大陆沟通的县市哦，希望民进党政府啊不要以统战来看待，也不要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伤害农渔民。那可是这个事情，人家讲说，其实这本来就是国民党可以得分的地方啊。为什么之前侯友宜的发言少之又少哦？之前在6月25号的时候啊，那时候他讲说，地方政府可以为人民做更多事情。啊，就没有了，就大概就只为这个饶庆林讲过一次话，人家讲说很可惜啊，应该要把握这个凤梨世家得分的机会啊，这个对于民进党的政策来做一些相关的批评。那郭台铭昨天也跟侯友宜在台东这边见面了嘛，他私人的飞机降落台东机场哦，那他认为说台东应该是观光机场啊，军演的话会让这个观光客不来哦，他说只要两岸和平就不需要做战备的这个机场了呀，结果马上这个绿营的委员王定宇跳出来讲说这就是富商巨婴啊，漠视国安啊！难道这些国家都不和平，都影响观光，都是民进党执政害得中国不高兴才会兵凶战危吗？他就认为这郭台铭讲的话莫名其妙。可是事实上，大家也是觉得说，当然以和平为重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批评？那当然又牵涉到民进党的这个抗中保台啦。那我们讲讲，现在柯文哲跟赖清德啊，就在吵这件事情啊。那柯 P 这样讲，总统应该是要带领台湾走向世界，而不是去选这个美国的州长哦，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啊。讲话讲非常重，因为赖清德想进去白宫嘛，他说你是要去当外佣嘛，要去应征的嘛，不要搞得好像失去国格哦。那当然，王定宇又马上跳出来酸啊，他就说柯文哲你的论调是贬义台美的外交关系啊。按照柯文哲你的逻辑，今年4月曾赴美取经，难道是去学习如何当美国的外佣嘛？所以这事情又吵开来了。王定宇甚至还酸柯文哲说应该要去应征当国台办的发言人。柯文哲反向他说没品啊，就是把人利用完之后就推开来嘛。那就这个反正就是抗中保台啊，就是你讲到美国就是就是好朋友就是要挺，讲到中国大陆就是要跳脚，这已经变成了这个民进党的 SOP 这个惯用的这个剧本哦。那他讲说你不要忘啦。柯文哲酸他，2015年你知道我站台很多次哦，那时候我就讲两岸一家亲哦，你这个人就是把人家利用完就推开啊，没品啊，就反酸了王定宇。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AIT 的争议啊，昨天有一场这一个说明会，扩建说明会跟这个居民，这个内湖的居民这边来做一个沟通哦。那我们看看 AIT 的讲法是说，因为现在要租校地嘛，那可是呢，工程顾问讲说，因为少子化，所以没有建校的需求啦，这是台美会的秘书长提到，从外交角度来看啊，这构想基于实际需求，也展现了美国对台的长期承诺，所以外交部对于此案乐见其成哦。那教育部过去已经表明该地没有开辟的需求，而内湖各国中的学生也享有这个校地面积，也超过了教育部的基准。也就是说，哎呀，这些反正少子化不需要啦，就是给美国最好啦。那所以很多网友在讲说，怎么有一种好像清朝割地不平等条约的感觉，而且内湖真是寸土寸金啊，非常昂贵的地价哈，也算是半个蛋黄区哦。这个大概动辄一坪都100-200万都有啊，所以这样子随便就割那么多地给这个美国，也让难怪这么多内湖的居民是反弹的。那昨天其实就有这个居民啊，在这一场扩建说明会里面啊反弹，他就说有本事美国你有种就先跟我们建交，再来跟我们拿地。我们来听听。况且美国还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呢，对，建交应该是一个选项，建交应该考虑一下。对，所以很多的居民讲出了可能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心声哦，就是美国不能对台湾欲取欲求啊，我们又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哦，你们想要拿地就拿啊。那所以你看看，3年来员工才增加了20%，你就要多2.7公顷，这合理吗？所以很多反弹的声浪就在这一场公听会里面展开。那 AIT 啊没有出席。
但是他又好像有出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被媒体捕捉到躲在门后面，2个 AIT 的官员躲在门后面偷听哦。因为为什么被人家发现那个签到本上面有签那个 AIT 的官员，可是人家奇怪，在会场里面怎么都找不到，然后媒体也在找，最后在门后面发现了这个 AIT。堂堂 AIT 要在门后面让偷听这件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赎会议员哦，他提到了这个 AIT 扩建，说是要盖停车场跟休闲设施，那就退一万步问，难道现在有的这个6.5公顷里面没有停车场跟休闲设施吗？难道这增加20%的人就需要这么多的地要再配给他们吗？那台美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美国到底把我们看成什么？现在他们自己在这个旅游警示上面删除了 country 国家这个字眼，外交部讲说，对于相关报道没有评论。我们的外交部在这个时候就没有评论了。那你看看这样子调整这个用词 ，AIT 告诉我们，政策没有变，依法3公报6项保证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一中政策是指什么？他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外交部没有评论吗？所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玉芳委员。我先讲一下这个侯友宜的这个问题了哈，就在台东的这个其实一个总统候选人面对的问题真的很多了。我不认为他对这个台东县要把凤梨跟释迦卖到大陆去，他的支持度不够，我不认为了。今天你用一个总统候选人来检验的话，那很多人都不足了。那因为这是国民党那个本来就是一贯的政策嘛，所以任何人只要做，我想国民党的人，尤其是要选总统，不可能不支持不是说支持度不足啊，我们是说这是得分好机会，要多发言呐。对他，你知道他就是作为一个候选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巧言令色，他像先天上他就是一个在这方面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啊。所以你的建议，我认为侯友宜我是希望他听得进去的，因为很多人是建议他，你很多的话要把它讲多一点，要讲清楚一点。可是他就显然就是一个做人太实在的一个，不晓得怎么样多说一些话。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现在我反正要讲一下这个柯文哲哈。柯文哲讲说要去美国，这总统候选人要去美国。不是要去选美国州长，更不是要去当白宫的这个外佣。说这种话，坦白讲都是过头了。柯文哲如果管不住他的嘴巴，万一他当选总统，我敢在这里保证，他绝对会很多口舌之灾。他会惹出很多的祸。我们以前讲说一言伤邦，一言兴邦，在这个柯文哲真的要把这句话放在嘴巴里面。你现在是没有当总统，你胡说八道，人家就算了那我要问你，你自己有没有到美国去访问？你自己到美国去访问呢？你也看了一些美国的官员啊，那你为什么要去？你也是让美国口试嘛？就某点来讲，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你可以去讲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有自己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向，但你不能说去美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要去选美国的州长然后呢，也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这个说法都说过头了，真的是我是认为是真的是非常不好的。至于这个观光客的问题王定宇要搞清楚，陆客到台湾来，这当然是国民党的功劳了。你可以骂柯文哲，跟柯文哲无关，但是这绝对是国民党功劳。你就看现在陆客在台湾有多少嘛？马英九的时候满街都是，永康街那里我住他附近，那真的一大堆都是大陆观光客在吃芒果冰在买这个买那个的。那你现在呢？现在几乎没有几乎一个都看不到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问题。AIT 的问题是这样的AIT 的面积大不大？我觉得是真的够了，真的足够大了。它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你难道是要把部队放到里头去吗？我看美国也不会这样做了。可是话又讲回来，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美国要地大概都只好给了，只是给的时候。付的租金是多少是不是也是签90年、99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它的面积，人家黎巴嫩美国的大使馆也大了不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做个选择，因为毕竟台湾是个很小的国家，36000平方公里而已。台北市也很小，
然后你突然间你 AIT 要搞这么大的土地，你说多要一点就算了，你一下就要个几公顷，你怪不得当地的里民们会反弹啊！我是希望美国搞清楚一件事，台湾是个民主国家，你说这些官员很大，我看里民更大，里民就是选民啊，因为现在就要选举了，这里民当然了解，这时候他们声音讲出来就有人听啊，选完了大家就没有人听了。那他们要表达，因为这个土地是在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他们希望好好利用这个土地，而不是说你 AIT 已经很大了，然后把它切得更大。我认为这个是不好，但是也不需要用抱着敌意的态度去批评美国啦，因为国际政治本来就很现实啦。这个只是说，当然我们台湾代表处在美国了，是我们自己出钱去租的啊，或者去买的啊，也不是美国送我们，所以美国几乎是用我们的土地很便宜的价格去租这个土地在使用。我是认为美国可以做得更漂亮一点了，你要地也不要要那么凶，要那么大了。好，谢老师。我觉得这个 AIT 要这个地可能是不是他们驻台北的这个办事处自己想要的啊？那他这个是不是跟美国国务院这样子提出的这个报告我都觉得他们应该要一个说明啦。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的作用是停车场跟休闲设施。休闲设施的话，你盖在哪里都可以啊。台湾是没有休闲设施的地方吗？对，我们每个区都有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对。对啊。而且这个内湖是山明水秀啊，旁边就大湖公园对啊，名胜古迹多得很啊。我们的瑞光路那个公园就很大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般国家要审核你这种使领馆用地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你是不是真正有需要。你这个停车场还有休闲设施，哇，休闲设施那你可以搞个5星级的，你可以盖个运动场都可以啊。可是问题，你取得的方式是造成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这对美国有好处吗？对不对？而且这块地原来是已经不是荒地，也不是无主地，这已经有规划的啊。原来是学校用地啊。对，内湖是人口快速增加的一个区域啊。对。另外呢，你要盖这个合一住宅，也是有需要的啊，都是有需要的。然后呢 ，IIT 还有一个说法说，我们你周边不能盖太高的，把我们都看光光了。哇，你自己这么大一个土地，你还要管外面人家怎么盖房子？现在呢，学校用地、合一住宅，我们这个年轻人买不起住宅，市政府盖这种合一住宅，你把这种机会也抢走了，这是你在这边为客之道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美国政府应该赶快了解一下这个案子啊。他派2个人去偷听啊，可见这个事情他们也要知道他们做的对还是不对，那而且引起我们外界很多的疑问，你是不是将来准备驻兵啊，或者这个那就另当别论的啦。可是外交部的这位代表这个讲法我觉得他说从外交角度来看，那我也在外交单位待过呀。我说如果从外交角度来看的话，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什么？叫平等互惠。对，请问一下，我们跟很多地方我提供这个土地给你的时候对不起，你在你的首都要提供一块土地给我们的代表处我们在这边给你6.7公顷。你还不觉得不满足？你给我们在华府是多少土地啊？半公顷有没有对不对？你拿了6.7公顷，你还要再继续再多2.7，对，那你有相对给我们在美国提供这样子同样的土地吗？那我说从外交角度上来，就应该从这个平等互惠的角度看，不是我们这个要求不合，全世界都是这样啊。你要我无偿，你要我给你一个很优惠条件，提供你一个公有地。通常很多国家自己去买地的啦，自己去想办法取得地的。你现在要我们公有地拿去，就拿给你做这个休闲设施。我老天啊，我们那个办公设施都不够了，外交部怎么不去跟美国争取一下？还要今天拿了中华民国人民的纳税钱帮美国人在那边讲话，这个是很有失国格的事情我觉得外交部要严重要自我检讨，要搞清楚你这个外交部的立场你代表的是中华民国，
你保障的是中华民国全人民的利益哦。内湖人民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吗？对不对？你不能站在外国的角度来欺负我们自己国民啊，这个我觉得啊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季老师刚刚讲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其实，在 AIT 正对面的房子就是非常高的豪宅啊。那你说不能太高也不合理啊。而且在柯文哲任内，其实已经规划这个地方要作为这个社宅嘛。那他主要是要for这个内科的一些年轻人都要租房子，那他就不用通勤了。我们现在内科每天都塞得乱七八糟，来宾们都超有感的只要晚一点离开我们这边，就塞在瑞光路上面所以就是要解决内科塞车问题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早就有规划，为什么还会被这个 AIT 这样子这个蓝湖呢？这个我们来问一下黄老师。这个 AIT 的事情，刚刚介大使已经提了很多了我再跟各位补充一些相关的资讯AIT 它现在的面积，各位都知道大概6.2公顷，那 AIT 还要要2点多公顷。我们先不管它的理由我们从就面积看面积，因为它在全世界最大的馆是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好，伊拉克巴格达它的馆据说它的面积大概有42公顷吧，我们是6点多现在，也就是说他们巴格达的馆是台北馆的7倍大，7倍大。好，可是各位知道伊拉克有多大吗？伊拉克是台湾面积的12倍，也就是说伊拉克是台湾的12倍大，但是它在巴格达的馆是在台北的7倍大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台北市这么精华的这些地段，是不是就要交给 AIT 去做它新馆扩张之用我觉得真的这需要外交部或者是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跟我们说清楚，因为我们先不要把锅甩到台北市政府，特别是蒋万安市长那边去因为他其实到任之后，事情据说已经木已成舟了啦我看到网络上一些消息说，根本就不是蒋万安市长同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现在问题在于说，这么大的一个 AIT 的馆，那需求有那么大吗？你以比例来讲的话，确实是比较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如果美国有它的业务需要的话呢，我觉得我是鼓励啦，美国的官员直接跟我们国人讲清楚，不然各位可以想一想以前美牛要进来的时候，请问是谁在帮美牛在讲话？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外务官员然后莱猪要进来的时候，谁在帮莱猪促销？我们的官员这不是应该都是美国官员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当然希望面对面跟美国官员沟通我觉得那个说不定会产生更好的效果。而且AIT 它的这个面积，各位除了这个知道它很大之外，其实它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美国国旗。那我们去过我们驻美代表处都知道，我们驻美代表处的国旗不能放外面它必须要放在入口跟第2道玻璃门的中间。你从外面开车过去是看不到中华民国国旗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继续跟我们要这些地的话，外交部应该要秉持约略互惠的原则。我不敢讲说我们跟美国要平等完全一样但是约略互惠，可不可以把我们驻美代表处的国旗往外放一点点？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大家互相换一换嘛，不然的话我觉得市民会看为什么美国人土地越要越大，但是我们在华盛顿的这个办公室还是憋在那边非常的小。